孙悟空斗战胜佛的传说及由来中，佛教中的孙悟空形象更侧重于修行和觉悟。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经历了从叛逆到顺从，从狂放到修行的心路历程，这与佛教的修行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如来佛祖的出现，标志着佛教对孙悟空的最终影响。通过五指山下的禁锢，孙悟空逐渐明白了修行的意义，并最终成为了唐僧西行取经的重要护法。在佛教的诠释中，孙悟空象征住凡人心中的妄念和执着，通过修行，他逐渐脱离了这些烦恼，走向了觉悟和解脱的道路。佛教强调空性，这与孙悟空的名字悟空中的空字相呼应，意味着对空性的认识和追求。最终，孙悟空的形象成为了佛教徒修行过程中战胜内心烦恼，达到觉悟的一个象征。在民间，佛教寺庙中常见供奉孙悟空的佛像，这些佛像通常描绘他身穿袈裟，手持金箍棒的形象，象征住他既是佛教的护法神，也是信徒心灵的守护者。这种形象使得孙悟空在佛教信仰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保护信徒和消除邪恶方面。孙悟空佛教称号斗战胜佛的象征意义，降服自我。斗战胜佛中的斗战，不仅指孙悟空的武艺高强，更代表着他与内心魔的斗争。他必须不断地降服自己的骄傲、执着，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慈悲为怀，成为佛陀后，孙悟空的慈悲心得到了升华。他不再是那个只顾自己的齐天大圣，而是愿意为众生付出一切的菩萨。智慧圆满，佛陀代表住智慧的圆满。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佛法，智慧得以提升，最终成就了正果。佛法无边，孙悟空的经历告诉我们，佛法是包容万物的，即使像孙悟空这样桀骜不驯的人物，也能通过修行，最终获得解脱。因缘果报，孙悟空的种种经历，都符合佛教的因缘果报观。他的前世因缘决定了他的今生，而他的行为又会影响到他的未来。空性，佛教认为一切法皆空，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孙悟空的成长过程，就是对空性观的印证。中道，佛教主张中道，即避免极端。孙悟空的修行之路，就是不断寻找中道，摆脱两极化的思维。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孙悟空被广泛视为庇护神和正义的象征。他的勇气、力量和对抗权威的精神，使得他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在地方信仰中，孙悟空被视为能够驱邪避凶的灵神，因此在许多地方的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他的神像。孙悟空在民间信仰中的角色通常与保护信徒、打击邪恶力量有关。在一些地方，他被视为保护家庭和平安的神灵，特别是在华南地区，这种信仰更为普遍。此外，孙悟空的形象与驱邪和消灾有关，人们相信他能够赶走邪灵，保护社区免受灾祸。因此，在中国的一些重要节日或祭祀活动中，孙悟空的形象经常被用来祈求平安与顺利。在台湾，孙悟空也被视为一位强大的神灵，他的信仰根植于当地的民间宗教中。在许多庙会活动中，孙悟空的形象经常出现，象征住他保护信徒、打击邪恶的能力。这些信仰和仪式反映了孙悟空在民间信仰中的重要性。
以及他作为正义和保护神的地位。在中国神话和宗教体系中，孙悟空的形象与其他神话人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他与哪吒、二郎神等同样具有叛逆精神和强大力量的角色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中国神话中的英雄谱系，并且各自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和使命。与哪吒相比，孙悟空在叛逆精神方面有着更多的共鸣。哪吒同样是一位具有强大法力并且挑战权威的角色，他的叛逆行为导致了父亲李靖的压制，最终通过自我牺牲重生为新的形象。这种叛逆与重生的主题在孙悟空的故事中也有体现，特别是在他经历了五指山下的忏悔与救赎后，逐渐走向修行和觉悟的道路。此外，孙悟空与二郎神之间的对决也是中国神话中经典的情节之一。二郎神作为天庭的正义执行者，与孙悟空的叛逆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种对决也象征着正义与叛逆、秩序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些神话人物的交互中，孙悟空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展示了他在中国神话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孙悟空不仅仅是《西游记》中的一个传奇角色，他更是一个跨越时代的文化象征，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核心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无论是在历史、文学，还是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表达形式中，孙悟空的形象都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孙悟空在反抗精神、自由追求、智慧象征以及跨文化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孙悟空的反叛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中反抗精神的代表。在《西游记》中，他挑战天庭的权威，自封齐天大圣，并在大闹天宫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天庭秩序的极度不满和挑战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权威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特别是在压抑与束缚下，这种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天庭的挑战上，也表现在他在整个取经过程中的行为中。他不屈服于任何外力的压制，无论是妖魔鬼怪还是神佛的试探，他都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应对挑战。这种精神成为了鼓舞后世的一个强大象征。在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中，孙悟空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现代意义，成为了反抗不公、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孙悟空是自由精神的化身，他的每一个行为和选择都展现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从他离开花果山寻求长生不老，到后来大闹天宫，乃至最终护送唐僧西行取经，他始终追随着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我意识的探索。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自由追求体现在他对束缚的抗拒上，他不愿意被束缚在固定的身份和地位中，而是渴望不断突破自我，探索新的可能性。这种对自由的追求，不仅是他个人性格的表现，更是一种对普遍人性的呼应。每个人都渴望摆脱外在的限制，追求内心的自由，而孙悟空的故事正好体现了这种普遍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中，孙悟空的自由精神继续发挥着影响力，无论是在文学、电影还是动画中，他的形象都常常被用来象征个体对抗压迫、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精神。这种象征性使得孙悟空成为了超越时代和文化的自由精神代表。孙悟空以其机智和变通著称，
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总能够以灵活多变的策略化解危机。这种智慧和变通的特质，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机智和应变能力的象征。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72变赋予了他无限的可能性，他能够变化为各种形式来应对不同的挑战。这种变通的能力，象征住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个体需要具备灵活应对的智慧，而他的机智则体现在他对困境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上。无论是骗过天兵天将，还是与妖魔鬼怪斗智斗勇，孙悟空都展现了超凡的智慧。孙悟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的变通能力上，还反映在他的长远眼光和对大局的把握上。随着故事的发展，他逐渐从一个冲动的叛逆者转变为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这一过程展示了他智慧的逐步深化和成熟。这种智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时。孙悟空的智慧和变通能力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范例。孙悟空的形象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孙悟空的故事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文学、动画和电影，成为了流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日本，孙悟空的形象融入了当地的动漫文化，特别是在一些经典的动漫作品中，他成为了勇敢、叛逆和正义的象征。例如，日本著名漫画《七龙珠》中，主角孙悟空 Goku 的形象就明显受到了《西游记》孙悟空的影响。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化中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扬，成为了年轻一代所崇拜的英雄。在西方世界，孙悟空的形象已逐渐为人所知。随着《西游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孙悟空的故事开始影响到更多的读者。他被视为一个充满魅力的神话英雄，象征住人类挑战极限、追求自由和正义的精神。这一跨文化影响，使得孙悟空不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此外，孙悟空的形象还影响了现代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西方的电影制作人和剧作家也开始借鉴孙悟空的形象，将其融入到各种虚构的冒险故事中。例如，在一些好莱坞电影中，可以看到与孙悟空类似的角色，他们同样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反抗精神和自由追求的特质。孙悟空作为文化象征的多重意义，使他成为了一个超越国界和时代的永恒形象。他不仅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也逐渐成为了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孙悟空这一形象自《西游记》诞生以来，已经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演变和诠释。在现代社会中，孙悟空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角色，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影响着各种媒介和文化领域。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孙悟空形象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影响，包括在文学与电影中的再现、动漫与游戏中的应用，以及作为品牌形象和社会文化象征的多元化表达。孙悟空的形象在现代文学和电影中得到了广泛的改编和再现。现代作家和导演们在诠释孙悟空时，通常会结合当代社会的背景和价值观，赋予它新的意义。在文学方面，许多作家通过重新解读《西游记》，赋予孙悟空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意涵。例如，一些现代小说描写了孙悟空在当代社会中的冒险、
将它置于现实与虚构交织的背景下，探讨人类内心的矛盾和对自由的渴望。在电影方面，孙悟空的形象更是被赋予了各种新颖的表现形式。例如2008年上映的电影《功夫之王》就以孙悟空为核心角色之一，将他置于一个中美文化交融的背景中，展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不屈精神。电影不仅让观众重温了这个经典角色，还将他推向了国际舞台。此外，孙悟空形象在中国电影中不断出现，电影《大闹天宫》2014年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年都是对孙悟空形象的现代诠释。这些电影通过先进的视觉特效和现代叙事手法，使得这个古老的英雄形象焕发出新的活力。